那我们还用上一节的头模啊，因为只要你按照我的线上课进行练习呢，头模的使用还是比较合理的啊。好，从头顶的位置到耳上点前后分开。好，我们分好区之后，仍然是相同的方法，在发际线1厘米的位置横分。我们同样在鬓角的位置呢，发际线1厘米的位置分了一条水平线啊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由下向上梳理，把所有的头发拉至分分线的高度啊，水平地面90度，然后比刚才呢再短一点点。还是剪一个平线啊。好。第二片的角度呢，我们把它定在第一片的高度上。这个时候我们由下向上梳啊，然后导线是一个整齐的状态，我们就可以下刀了啊。这时候如果导线是碎的，你不要下刀啊。好，继续，整个侧发区角度抬高啊，就是第一个发型我们45度，整体是45度。那我们第二个发型呢，是把它整体的侧发区定在同一个角度上啊，让它产生一个凹形的层次。好，继续，你的站位不要动。好，下面的导线如果是一个整齐的，就可以下刀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垂直的去检查一下，大家很清晰的能看到它是一个凹形的这样的一个切口。好，继续。好，所有的角度都一致，一直剪到中线的位置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上边有重量，下边很柔和、很薄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。我们尽管用的同一个方法，但是角度不一样啊，会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。好，这边方法相同，要注意啊，两边的分分线高度千万要一致啊，否则的话两边是不一样长的。好，还按照刚才的标准，把头发呢由下向上梳理，梳到分分线的高度啊，然后我们量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一下两侧是否对等。好，我给你的是一个参照啊，并不是最终的一个长度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结果啊去定长度。好，找到下面导线是平齐的状态，然后我们就站在侧边方形的修剪。所有的角度定在这个位置啊。好，继续。这样呢，这边也修剪完成。好，来到后区，同样
分区方式跟我们第一节课的相同，沿着发际线分一个内弧形。好，我们找到第一片。那我们侧发区第一片抬高了，所以呢这一片也要抬高。好，一直找到我们分分线平齐的位置啊，抬高啊，前面，然后顺着剪下来，啊，转到这边，不要向内收。第二片，再把它固定在这个角度上。下面不需要往内收。好，一直剪过中线的位置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向后走的这样的一个重量。实际上呢，很简单啊，我们的角度定在这儿啊，是这个状态啊，然后呢，我们随着头型去走过来的啊，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。都是第一片抬高，上面所有的头发呢聚集到这个角度上啊。这边方法相同，向前延伸，找到你的第一片啊。好，拉起。看到导线，第二片全聚集在同一个角度上。好，找到刚才的角度，下面导线是齐的，我们就可以修剪，不要向内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去修剪后部，在后部中间的位置呢，左右分开，一定要对称啊。左右分开。好，我站在这个正位上。好，方法相同，分一条略微有一点点斜度的斜向前啊。注意斜度不要大啊，斜度越大，你前面就越长。好，找到45度，梳子的1/4就 OK 了啊。同一个角度进行剪方。你也可以有一点点偏圆形，但绝对不可以剪圆啊！剪圆后面的推力就没了。好，
方法相同，定在刚才的角度上。好，跟第一片角度一致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你的导线应该是齐的。注意分区的斜度啊，不要太斜。啊，你分水平的也是可以的啊。好，再往上呢，我们每一层呢都45度进行修剪。好，继续。方法相同，只是角度有所变化啊，我们的手法都是一样的。好，继续。同一种方法，有一些轻微的变动，就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发型。好，继续。这样呢，我们后区呢就剪好了。接下来还是转角的位置进行去角，斜后，第一片抬高啊，大家看，这个位置有一点点的角啊，注意这种短发呢，这个角去的不用太多。把角磨掉，好，全都固定在这个位置啊，角度还是一样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后面就得到一个很收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。这边方法相同，好，继续。这样呢，我们侧发以及后发区呢，就基本上完成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效果，是不是比我们第一节课那个发型底区更加柔和呀？这个鬓角会感觉长一些了哈，然后的话，整体的重量上移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还是头顶的位置去角，不要分得过宽。把上面的角呢去掉。注意啊，我们剪的是前短后长，所以呢不需要你向后带。
一定确保你随着头型走啊。好，这边把这个角呢磨圆。好，继续进行去角，就在头顶呢加了一个圆形层次。好，后面的方法相同。全拉到头顶，然后降低角度，再去一个角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这个发型剪的呢，基本上差不多了，又到刘海了啊。到刘海呢，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斜分的大刘海啊，看，也可以按照这种斜分的进行去修剪啊。那这个就简单了，这边起刀往这边拽就好了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让它稍稍短一点点吧。好，同样以两侧短的为导线，梳过来，以这个短的为导线。在正前方呢，去剪一个方形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圆刘海是否对称。好，因为头模呢，我没法剪得太短啊。好，两边呢进行连接一下。大概就那一片。好，这边去一个角，拉起来，刘海去角。大家看一下啊，那这个短发呢，到这里呢就结束了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吹干，进行柔和。吹风的方法呢是一样的，用这个9排梳呢来回的带啊，贴着头皮吹。真人的话，我们就这样去吹就好了啊。
这样呢，我们自然吹干啊，大家能看到这条重量线从前到后啊。接下来我们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柔和。这种方法讲完了呢，这个位置会有个重量线啊，我们切记不能剪没啊，把它柔和一下。因为这种短发呢，两侧还是需要一些重量的。好，继续。还原我们修剪的角度进行柔和。注意啊，别把发尾打得太碎。还是像上一节讲到的那样啊，把它过一下，然后你梳起来比较顺畅就可以了。好，前面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柔和完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进行精修。同样，我还是在鬓角的位置起刀。下边因为头发比较短，我就不用夹指甲了，夹完了全是印子啊。下面挑起来，去柔和，然后 C 型梳理，好，前面 C 型梳理，鬓角的外线呢，调整一下。好，这个位置呢，如果有耳朵是看不出来的，它会藏在耳后。这个头模没有耳朵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打得柔和一点点。好。找到耳上点 ，C 型梳理向后，再调整一下。把下面呢穗尾的位置呢再做的柔和一点。好，也可以用牙剪，也可以用刀削啊，也可以像我这样点剪，都可以。方法呢，你随意，只要你能掌控得好就可以。我们在这儿呢，只给到大家一个剪发的一个概念啊，包括所有的形状。你的角度、你的切口进行变化，它就是完全另一个发型啊。而且呢，同样的方法，
什么都一样，用在不同人的脑袋上呢，出现的发型也不一样啊，兄弟们。好，其他的地方呢都基本上不用太调整了哈，就是下边、周边这个头发短啊，周边的头发比较短。我们抓起来呢，点剪呢是够不到的。好，继续往前。真人剪的话是非常柔和的。头模的发际线边缘呢，在织发的时候呢，都有一些箍堆啊。向前 C 型梳理，外线轻轻的划一点点啊，不要剪得过多，修饰一下就好，修饰为主啊。后边向后 C 型，然后精修一下。好，我们把外线进行最后的调整，点剪就可以。有翘起来的呢，我们就徒手剪打掉。好，好，来到前侧，我们把前面呢稍稍柔和一点点就可以了啊。OK 啊，那我们这个发型呢就完成了啊。其实呢，它跟第一个发型呢看起来差不多啊，但是呢，我们第一片的角度进行提升了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为了防止它毛躁啊，我们还是打一点点精油加发蜡。随便的打在头发上就可以了啊。发际线边缘，把它抖乱，你会发现上面呢还是很重的啊，下面呢就很柔和。还是一样，我们梳好了呢，你可以在上面呢去做一些线条，抓出来一些线条，但是我们这个没什么必要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发型呢，比上一个发型层次会略高啊，也会更短一些。方法呢，只是改了一下角度而已啊。